2023年的夏天，当我们终于踏上这片酷似火星的地方，在回想之前的那几年，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太多的无奈。似乎所有人的心态都在随着这个世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在想，是不是该停一停，换一种生活方式了。毕竟我们生来就困在这个奇妙的星球，离开之前应该看到它完整的样子吧。这什么鼠啊？不会说词穷了。走过祁连大草原的辽阔，经历张掖七彩丹霞的人潮，找到隐于市尚未开放的外星谷，打卡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嘉峪关，看过虽然不懂但大受震撼的莫高窟，以及网红人造的月牙泉。正当我们以为就算路过如此多的风景，但这和我们印象中的西北似乎有些差异的时候，接下来的画面才让我们真正开始感受到了什么是大西北。行驶在戈壁滩中，阿尔金山脉相伴身旁，在太阳和云的影子之间快速穿梭，这像极了某个游戏的画面，但这种视觉冲击好像还远远没有结束。一望无际的天地之间，几座黑色的山峰突然的出现，我们慢慢向它靠近的过程，就像笔锋划过，把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墨泼向了这幅国墨丹青之中。回看这些画面，让人感觉太不真实。中国山水的极致浪漫，西北的大漠孤烟直，如果能再等一轮落日，那可能是此生最美的画面吧。我们现在的地方是在冷湖镇的石油基地遗址。苍凉似乎都需要伴随着破败，这座庞大的废弃建筑群显然也不例外。在1958年，随着第一座钻井平台的落成，这个曾经荒凉的无人区成为了当时的中国4大油田之一。石油人的到来建成了这个超级小镇，甚至还有学校、医院、舞厅和电影院，车来车往，灯火辉煌。但如今的凄凉让人很难想象，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，曾经生活着几万人。他们创造出无数的奇迹之后，又像无名英雄一样突然的销声匿迹，只留下这些断壁残垣，见证着那个伟大的时代。这里号称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，7500万年的风侵雨蚀，也让风雨在这里有了形状。一座座山丘就像是一个个魔鬼的军舰，整齐地排列在广袤深邃的柴大木盆地。雅丹地貌在这里有着极致的展现。
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像是在一支庞大军队的注视之下行驶，而我们能做的只有落荒而逃。从格尔木出发，沿着109国道一路驶向西南，就是那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——可可西里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昆仑山垭口，然后一个打卡地。昆仑山的海拔4768米，我后面的就是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个打卡地。接下来的路程我们要前往可可西里。之前的大西北似乎都是褐色的，荒凉、壮观而又孤独。但从这里开始，它又有了完全不一样的颜色。盐湖水在太阳光的照射下，倒映出清晰的天空和云，每个角度都能看到一种不同的颜色。无边白色的盐结晶，宛如马尔代夫的白色沙滩，一个个湖泊相连，就像一颗颗翡翠镶嵌在这片大地之上。它们所呈现出来的，也许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神奇景色。一个个虽然无名，但也足够值得你停下车驻足观赏的无名湖泊。经过恰江公路3500公里之后，我们也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终点站——青海湖。